欢迎收看截拳道课程初级的红绿级的第2堂课程。这一堂课主要跟大家讲的是基础的步腰身的课程练习。这一堂课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去稳定自己的动作，稳定自己的下半身，稳定自己的全身。那其中当中呢，第一个要学习的动作叫做高低交换拍。那很多人呢，对于这个高低交换拍的练习以及它的意义，其实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不明，甚至有很多人呢会去忽略高低交换拍的重要性。那这个相关的东西呢，在事后我会来进行补充。现在就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示范。高低交换拍在截拳道的这个整个移动、攻防，然后甚至在日后的步法，都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也是截拳道呢让我们这个重心能够很轻松的可以控制在一只脚上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步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高低交换拍是怎么做的。那高低交换拍它其实做起来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左右脚以一个百分比的方式在进行左右的动作配比。那在做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两只脚的一个比例从正面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侧面在做这个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就要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不是那个一只脚整个踩到底，然后有两只脚平行踩在地上的时间，而是呢一个百分比的方式去进行运作。那像我们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个重心问题，就是你的重心大家在做的时候很容易会前倾。当你前倾了之后，你的小腿就会很酸。那大家刚开始在练习高低交换拍的时候，不要去把自己的速度做得太快，又或者做得太慢，用一个比较适当的速度来进行。然后我们现在速度稍微加速一下，我大概用一个这样子的速度来进行练习。大家自己可以的话，最好是从镜子去观察自己的动作。那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些错误的现象。那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从镜子里面要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过度的颠动的情形发生。第一个就是身体绝对不能够左右晃动，因为如果你在做的时候有左右晃动，代表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踝没有做适当的配合。那如果你产生的前后晃动，那就代表呢你在做的时候，你把你的重心往前压的太多。所以最正确的方式就是，当你的脚做正常的这个高低交换拍动作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会晃动的，你的身体不会左右晃动，也不会前后晃动，那只会有些微的这个身体左右重心上面的微微的转移。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在截拳道你考到中级红黄级之前，要做到完全不让身体的动态进行产生变化，是相当有高难度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尽量去克制自己身体的重心左右移动这一点。所以在高低交换拍，它最正确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尽量像画面的示范者做的一样，去将你的重心尽量的控制，去控制你的骨盆，去控制你的膝盖，去控制你的脚踝，让你的动作小且流畅，而且放松，这样你才能够把你的动作做在一个最舒服的状态下。所以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身体不要有前后晃动的情形产生。注意自己的膝盖是不是伸太直，脚跟是不是抬太高。如果你的脚跟抬得太高，你的下半身就会有个肢体僵硬动作的情形产生，这是要避免的。那当我们在练习这个高低交换拍，在这个所谓的定速的状态下，你已经开始掌握到了一些基本技巧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加速的动作，速度大概可以提升30%左右。来，我们快。当你的速度要开始变快的时候，你就会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只要如果有适当的控制，他的身体晃动的比例也会减少。这一切都是因为膝盖、脚踝以及骨盆这3个位置去进行分配以及妥善分配百分比的一个原因。可是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如果有些人他会踩得很大力，他的身体就会产生颠动以及左右的晃动情形产生。所以如果你的膝盖又会伸得太直，比如说你每一次做的时候，你都把膝盖给伸直，那你的每一下速度不要停下来。来，我们速度加速，你把膝盖伸直，但是速度加速。
好，现在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膝盖把它伸得过直，没有适当的去匹配，人就会很明显的有一个颠动跟不顺畅的情形产生，这就是大家要尽量去避免的。那我们现在看正常的动作，在正常的动作下呢，我们的速度可以再加速，快，然后停。好，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在停止的这一刻他身体有产生一个颠动，这就是他在停止的时候高低交换拍没有完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动，快，停。好，如果你的动作跟节奏有做对，在突然停止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动作它就是很流畅、很自然，你的身体不会有多余晃动的情形发生。就是当我们今天在练习这样高低交换拍的动作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想，这个动作到底对于我在使用我的身法步伐，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相信呢，如果已经有学过一点武术的朋友呢，或者是你稍微灵敏一点的朋友，大家可以从刚刚的动作看到，比如说他在做高低交换拍，你如果今天在使用你的步伐，也就是你在移动，或者是不管你前进或者是后退，你的重心如果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而且大家注意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就会呈现这样子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的一步一步其实都是在做着像高低交换拍一样的动作，只是你有没有曾经很细微的去思考说，我的身体跟我的臀部、我的膝盖、我的脚踝，一直到我地面这个跟地面接触的地方，它到底可以怎么样去细分？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调整我的关节，让我的步伐可以变得更轻巧，可以变得更轻松？我相信很多在练武术的朋友都会去思考说，我的步伐要更灵巧，我的步伐要更快速，我要更有爆发力。可是你们每一次只是一直去训练肌力，只是一直重复的去训练同一个动作，却忽略了你自己两只脚之间的协调可以产生的效果。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得到，快。当你今天如果步伐可以做得很顺的时候，你的整个的流畅度、你的轻巧度就会不同。所以大家现在可以从画面中看他的动作，然后再来看我一起示范的这个动作，大家应该可以从画面上多多少少去看到，我们两只脚的动态跟我们身体的动态就有些许的不同。我的稳定度、我的流畅度、我的轻巧度跟我的放松度，相对的就会比我们的示范的这个还要高。可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任何的东西都是需要累积，你不会在练的第一天、第一个月你就能够去练到某一种程度，而是你自己要去感觉你的一个身体怎么样去分配跟调整，以及它的阶段。所以在这边呢，我跟大家补充的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高低交换拍对于我们的动作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在使用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经由我这边来进行示范。今天以正常来讲，如果今天像截拳道，我们是使用重心在单一只脚上的，高低交换拍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大家可以注意看，我今天如果要朝它靠近，我必须要去移动我的身体，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就做了高低交换拍，我再移动过来。那大家可以看，我在移动的时候，跟他在移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流畅度，跟如果我今天不是做高低交换拍，我很自然的就是踩下去，移动，我是这样移动，你就会发现我在移动的这个时候，我的脚会有个落地感。当然，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比较夸张的示范，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一般在移动，可以看到一般的格斗技，重心放中间，然后这样站，然后他的脚是这样子，整只脚踩地上，又或者是两只脚这样子腾空的，你都可以很明显的去发现到我的身体都有它的一个晃动，很明显的存在。所以，如果今天我的重心控制得很好，我在移动到目标的时候，我利用高低交换拍进行一个这样子很流畅的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身体这样子在移动的时候，我的身高跟颠动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动作，而不是让对手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这样进来，然后我们的这个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它的一个落地点，身体产生的震荡，以及我身体高低的一个变化，这个都会变成在截拳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准备动作。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动作，就会被对手很容易的看破，你也会浪费自己很多的动作。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将高低交换拍给做好，就代表我任何一个位置在移动的时候，前进后退，或者是我今天需要做旋转，
我的身体高度都可以维持在一个定点上，而不会很明显的产生高低变化。除了准备动作，还有体力的问题、流畅度的问题，甚至会牵扯到你今天日后的出腿跟出手动作。所以，如果今天我的重心控制得很好，在单一只脚，我跟人在进行对打的时候，我可以随时的去出我的腿部动作，或者我可以随时的转移重心进行出腿的动作，或者是我今天突然改变距离去攻击对手，我的重心压前，对手攻击我的时候，我可以很顺畅的移动我的身体后面，比如说，对手攻击我的脸部的时候。对，我就可以很顺畅的转移我的重心，进而很顺畅的转移我的重心再到前面来，而我的身体不需要有很大幅度的配合扭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高低交换拍在初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掌握得好，把它在一开始的根基就打得很好，你之后在练习任何动作的时候，你都会比没有把它练习好要流畅，因为你在使用高低交换拍的这个技巧的时候，就是让你习惯你的重心的转移跟改变。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们其实对于重心的放的位置，或者是你是属于练什么格斗技，或是你练什么武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点。我们也不是在去做区隔，或者是要去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或者说我们任何一支影片当中，可能多少会去提到什么武术，什么武术，他们是这样，他们是那样。这边要特别的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指那样不好。而是你练什么武术，你就该有什么样子。这是我一直在跟学生，或是跟我所有练武术的朋友去讲到的重点。你如果今天练空手，你就要像空手；你今天练咏春要像咏春；你练截拳要像截拳。然后你既然像，就代表你会有它的特征。所以以截拳道来讲，我们的重心就是控制在单一脚上，我们就是没有准备动作。所以对于你的重心是放在两腿中间，或者是你有准备动作，你喜欢拉大弓啊，怎么样？那是你们的喜好。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它好或不好，而是单纯的在截拳道的理念上，并不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在未来的影片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东西，就请自己不要对号入座。我们单纯的只是在分享我们的课程内容。接下来就让大家看，如果我们要正常的练习高低交换拍，我们应该怎么开始？好，那我们一开始如何练习高低交换拍呢？其实一开始我会建议大家找一面镜子，能够看得到你全身，尤其是你的脚，因为我们在练的毕竟是下半身的动作，所以尽量能够把自己全身看进去。一开始绝对不要盲练，因为你绝对不会知道你的身体情形。然后一开始呢，两腿并站，中间呢，我们最多只能够留下1根手指头的距离，也就是你尽量做到不要会摩擦到你的脚即可。然后接下来呢，一开始我们把我们的左脚跟离地，然后一开始呢，你要慢慢的去感觉你怎么样把你的左脚跟落下多少，然后右脚就抬起多少。所以当我们今天开始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你要先去感觉你的左脚下去多少，然后右脚就要上来多少的这种方式，这就是一种百分比的动态。所以，当你今天在动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去感觉到，我的左脚下，右脚就要开始上；我的右脚下，我的左脚就要开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正确的去感觉你的每一个动作它有没有流畅，以及它的百分比运作到底对不对。那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样，既然你的脚跟它是起来多少就要下去多少，那势必你的膝盖也要做这个一样的百分比去进行调整以及变动。当你的动作能够渐渐开始流畅的时候，你势必你就会开始感觉到你有没有身体的一些晃动啊、倾斜啊这些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在做高低交换拍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位置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肩膀是不是有这个没有左右的摇晃。第二个，你的重心有没有左右转移的非常明显？然后跟第三个呢，你的人有没有左右的摆动？当你刚开始在做的时候，身体有多多少少的晃动，或者是有多多少少重心左右的转移，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必须把它压抑到最小，你要尽量的去做到这个动作的不明显。这就是一开始在练习高低交换拍对于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大家在练习高低交换拍的时候，同时也要去注意身体有没有放轻松，手指有没有放松，肩膀有没有放松，甚至是你的嘴巴、你的表情以及你下巴的位置，大家都要去注意到。因为在做这个
动态练习啊，尤其是对于这一种截拳道还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你们通常都会僵硬。比如说我在练一个动作，我会很集中我的注意力，很 focus， 那通常就会开始让你怎么胸口会用力，腹部会用力，屁股会用力，然后你的腋下也会跟着用力，手指也会跟着用力。这个时候你的上半身的晃动幅度就会越来越大。那当你开始掌握到诀窍了之后，你的速度就可以越来越快。在越快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膝盖必须要弯得越低，你的屁股就要放得越松，你的速度才能够越来越快。在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就会开始产生左右的摇晃，这就是一开始你的腰部没有固定好。那在我们的这个下一个动作课里面呢，就会跟大家讲到，我们要开始如何的去将我们进行腰马分离。